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在对话结束后，中欧对话牵头人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总结对话深入坦诚、富有成效。他还宣布，中欧达成6大成果和共识，其中很多双方关注的议题都有涉及。25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对话欧方牵头人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钓鱼台风华苑，国务院副总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对话欧方牵头人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的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新闻发布会刚刚就在这里举行。针对当前中欧在经贸领域面临的问题、争议，甚至是一些干扰和挑战，双方都予以了回应。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和加强以释放投资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的保护主义。同时，针对近期欧盟宣布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一事，中方再次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不满，希望欧方能够慎重如始，继续保持市场的自由开放。何立峰介绍，中欧主要围绕宏观经济、贸易投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合作4个专题进行深入、坦诚、富有成效的讨论，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互利共赢成果和共识，主要包括6个方面：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和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双方同意构建稳定互信的产业链供应链，反对脱钩断链。双方讨论了建立中欧原材料供应链预警机制的问题，同意保持沟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双方承诺保持双向开放，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扩大中欧经贸合作。中方愿意扩大自欧盟的进口，同时希望欧方取消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同意推动更多优质的欧盟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欧经贸合作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为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的机遇。中方愿意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好经贸高层对话的重要作用，以对话沟通深化彼此互信，以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促进中欧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世界繁荣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是中欧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一起，并称中欧关系的3大支柱。目前该对话已成功举办了9次，主要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定规划。本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举行，有助于提升中欧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欧关系中作为压舱石和稳定器的独特作用。据了解，欧盟计划的知情人士透露，需要达成具体协议来重塑双方的关系。此外，欧盟将利用这次机会，试图为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带来的一些影响降温。东布罗夫斯基斯还将寻求向中方解释，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将严格遵循程序步骤，包括在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之前与中方进行磋商。欧洲汽车行业直接或间接创造了近1400万个就业岗位，占欧盟劳动力的6.1%。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号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方面采取的有关措施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敦促欧盟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与中方开展对话磋商，为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共同发展创造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22号在出席一个美国智库机构举办的论坛时表示，
德国汽车制造商担心此举会招致中方反制。他承认，德国和法国就此问题存在分歧，是法国要求对廉价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但现实是，法国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远低于德国，因此要求发起调查的经济成本远低于德国。德国媒体近期就展开舆论造势，指出法国是欧盟调查的发起者和既得利益者。哈贝克也坦言，德国向中国销售大量汽车现在变得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很聪明，知道如何制造电动汽车。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车企也开始使用中国技术制造电动汽车。例如，德国宝马旗下的 MINI 品牌就已经与中国企业联手制造电动汽车，并将向全球出口。这极大缩短了宝马的新能源车研发周期。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竞争力的问题，所以我想欧盟的这个调查它可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并且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欧方的关切，然后就是多进行一些对话和协调。东布罗夫斯基斯于23号抵华，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时，他再三保证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称欧盟寻求的是对华去风险，希望建立更为平衡的经济关系。但他话音一转，抱怨起中欧经济关系非常不平衡，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近4000亿欧元。此前，东布罗夫斯基斯声称，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如欧洲是造成欧方逆差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他这番话可以理解为欧方希望施压中国更多购买欧洲的产品。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不公平的。欧方指出，对华贸易逆差大与美国此前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中方一直强调不愿意看到逆差过大。实际上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令，尤其针对中国市场需求很大的高科技装备实施禁运，才是造成逆差的根源。此外，欧洲议会去年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会议，加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限缩中国投资，而另一方面，欧洲通胀高企，消费者对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需求旺盛，这些复杂的原因叠加，导致对华逆差扩大。由于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分工链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看到这种贸易结构不仅影响了中欧关系，它也是中美关系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和欧洲都共同面临着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的机遇，那么我想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双方携手合作，来通过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来协调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然后能够让双方的经济能够更加互补，或者是说通过经济产业的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值得警惕的是，欧洲今年声称所谓去风险化，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的脱钩论。东布罗夫斯基斯还说，欧盟要尽量减少对特定战略产品的依赖，并采取所谓适度和有针对性的行动。不久前，欧盟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及6月发声明称中国 5G 供应商华为和中兴具有更高风险，威胁采取相应措施，以及相继公布的芯片法案、外国补贴条例、关键原材料法草案等，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我们看到目前欧盟出台的很多措施里面，就经济而谈经济的内容在下降，那政治影响经济的成分在上升，那它定义的风险，我们觉得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明晰的概念，就是不管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欧洲都应该要注意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有溢出效应的，会对中欧关系造成各个层面的伤害。中国外交部此前就曾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是产业结构、产业分工、贸易方式以及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结果。长期以来，绝大部分欧盟在华企业从中欧贸易中获利丰厚，这也是他们在华经营展业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欧盟收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影响欧对华出口潜力发挥，造成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如果欧方真想解决贸易不平衡，就不应指责中方，而应取消对华出口限制。美欧对华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损害了欧洲企业的利益，荷兰阿斯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2022年，中国市场占阿斯麦公司全年出口份额的14%，但为了限制中国独立制造芯片的能力，今年6月，荷兰政府跟随美国推出了许可证制度，规定阿斯麦公司在出口光刻机设备之前要单独申请政府许可。早在2022年年底，阿斯麦总裁、首席执行官温宁克就对美国要求荷兰限制半导体方面的对华出口提出疑问。他说，在美国压力下，在2019年起，荷兰政府已经限制阿斯麦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光刻机。他表示，这对销售替代技术的美国公司有利。虽然阿斯麦1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但美国的芯片设备供应商有25%，有时甚至超过3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能够向中国客户出售他们最先进的芯片，但阿斯麦却只能出售旧设备，这看起来是矛盾的。温宁克还揭露，美国芯片制造商自己制定规则的同时，也在违反规则。有欧盟智库学者表示，荷兰在该事件的立场确实背离了长久以来的自由贸易原则。在欧洲经济目前日趋陷入高通胀和能源困局的背景下，美国在科技领域围堵中国的做法，人为地绑架了他国，不仅损害中国、欧盟利益，还破坏多边贸易规则。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发展，并不是美国想拦就能拦得住的。中国海关总署7月18号公布的2023年1至6月部分进口商品主要贸易方式量值表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通过一般贸易进口集成电路930亿个，进口数量同比下降21.9%。这一数字印证了中国芯片行业在自主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